打开头盔，哇哦！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陶哥测评。那么今天呢，和你们介绍的是这款由第三方工作室 AutoKing 出品的1:1钢铁侠马克5头盔。那众所周知，因为我的头呢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市面上很多可穿戴头盔产品呢，跟我都是没有任何缘分的啊。不过呢，当我看到这款 AutoKing 出品的1:1马克5头盔的时候呢，真的是眼前一亮。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同于以往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过那些钢铁侠头盔，只是能够面罩开一下、亮个灯什么的。这款头盔呢，居然搭载了自动变形的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在电影中呢，钢铁侠马克5它是有那种战甲一点一点变形，然后穿在身上的这样子一个效果的。所以说这款头盔呢，也是为了一定程度上的还原电影中的这种场景吧，才做出了这样的机构。可以说，在当初公布宣传视频的时候，我就被它深深的吸引到了。那么今天呢，正好也拿到手，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头盔各方面的表现到底如何吧。从包装盒里取出头盔本体之后呢，我们可以和 Hot Toys 1:6合金压铸的钢铁侠马克5来进行一个对比。那不难发现，因为这款头盔是1:1的比例，所以说在整体的尺寸方面呢，还是非常可观的。不过呢，由于外甲处并没有用到任何金属零件，所以说别看体积挺大，其实拿上手呢，分量并不是非常的沉。在造型上呢，本款头盔高度还原了电影《钢铁侠2》中马克5的原作形象，可以说它的这个型啊还是非常准的。作为一个钢铁侠死忠粉呢，这个头盔的外观我还是很满意的。而且呢，前面说过，虽然外甲处并没有用到金属零件，但是它的涂装啊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特别是在银色的面罩部分，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上面是有一些金属拉丝的纹理细节处理的。那么这样做呢，就会让整体的金属质感更加强烈了。只不过呢，因为这个部分反光也挺强的，所以说呢，它也是一个指纹收集利器。平时如果收藏的话呢，还是要把上面的指纹都给擦干净啊。而红色部分呢，也是这种钢琴烤漆般的质感。涂装呢还是非常的平整的，基本上呢没有看到什么瑕疵，而且呢在装甲缝隙处，它这次呢也是做了一些渗线的涂装，所以说整体的质感呢也是比较到位的。头盔的眼睛处呢，它是采用了透明零件打造的，另外呢为了发光效果更加均匀，它上面呢还有很多这种点状的纹理。同时呢，这个部分呢，因为是透明的嘛，所以说呢，你在穿上头盔之后呢，也可以一定程度的从里面看到外面的视线，而不会像之前的一些钢铁侠头盔一样，它在眼睛处要给你做个开孔的结构，破坏外观的一体性。那么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下面我们把头盔翻过来看一下内部的构造是什么样的。首先呢，在下巴处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外置的扬声器以及一个电源的开关。同时呢，在面罩内部，因为这次是搭载了变形机构嘛，所以说这里面呢有一些机械的结构存在。那么好像是舵机和电线什么的吧，我也不是特别懂，反正你看上去比较复杂就是了。另外呢，在头盔的内部也是有这种内衬海绵的，那这样的设计呢，就是保证你穿戴时候的一个舒适度啊，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为了方便穿戴，头盔的后半部分呢是可以拆卸的，这一点呢跟之前的很多钢铁侠头盔产品都是差不多的。同时呢，在这个后脑勺处啊，可以看到呢，它里面是有一个电池仓，这里面呢是要装入4节5号电池来对这个头盔进行供电的。我相信你们都很想知道这款头盔到底是怎么戴在头上的，不过你们知道，因为我头比较大嘛，所以说这次呢，我又请了一个小姐姐来给你们演示一下。第一步呢是要把后脑勺的装甲进行一个拆除，然后呢把头盔装在模特的头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装甲给它回复到位，两边呢都要给它扣上。那么全部完成之后呢，这个头盔就装在它的头上了。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单独的头盔嘛，而且我这次找的模特小姐姐呢身材也是比较娇小的，所以说看起来呢这个头盔的尺寸会稍微有点大哈。下面呢，我们来拨动一下头盔的开关，看一下它都有哪些玩点吧。首先，如果你触摸一下右边的感应区的话，那么整个面罩呢就会自动打开，并且在打开的时候呢，面罩上面的几块装甲都会有一个自动变形机构的存在。可以说这个部分呢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啊！第一次看到的话，绝对会让你玩上好久，有没有？另外呢，如果你触摸一下左边的感应区的话呢，那么面罩呢也会打开，只不过这个时候呢它是整体打开的，然后再摸一下呢，它也会回复到位。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款头盔的一个感应的玩法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呢，这款头盔在内部呢它是有一个麦克风的，所以说其实你也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的方式来对这款头盔进行一个控制。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贾维斯，启动系统。哎，这个时候他眼睛会亮起一个白色的光。打开头盔，关闭头盔，启动战斗模式。哦，这个时候眼睛会变成红颜色的，只不过这个红色的光呢，其实在电影中它是并没有的，是这款玩具原创出来的一个玩法。解除战斗模式，关闭系统。而且这个头盔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你可以用英语和它进行沟通啊。那么对于我这种英语4、6级都是裸考过的人来说，这自然是毫无压力的啦。Jarvis, start system. Hello, I am Jarvis. Open the mask. Close the mask. Start combat mode. Close combat mode. Shut down system. Enjoy yourself, sir. 怎么样？我这个发音你能给我打几分？只是在我实际的把玩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语音控制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灵敏，因为有时候呢会有下面这种情况出现。贾维斯，打开头盔，打开头盔，再试试。打开头盔。这款产品还附属了一个遥控器，它是通过一节7号电池来进行供电的。装入电池拨动开关之后呢，就可以对头盔进行遥控了。在遥控器上面呢，有 A、B、C、D、E 5个按键，按下不同的按键之后呢，头盔就会做出不同的动作。不过这些玩法呢，其实都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哈。那么唯一一个有意思的点呢，就在于如果你按下 E 这个按钮的话，是可以对这个头盔的音效进行一个开启或者关闭的。在关闭音效的状态下呢，如果你打开或关闭面罩，那么效果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看到这儿，肯定会有小伙伴想问涛哥，这个头盔你能不能戴下？哎，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多余啊！如果我能戴下，干嘛要请小姐姐来演示呢？对不对？不过呢，如果你们会给我多多投币、收藏、点赞3连支持一下的话呢，我可以勉为其难的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头盔我戴上去是什么样子。哎呦我去，就塞不下。只能塞到这儿，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头盔的功能能不能正常运转啊？哎，怎么打不开了？哦，打开了，只能看到我的眼睛。但是这边就完全没有反应了，可能是被我头撑得太大了。哎呀，我去！所以如果你的头像我一样大的话呢，这个头盔3、4而后行。OK， 那么到这里呢，这款 Auto King 的1:1钢铁侠马克5头盔就介绍的差不多了。其实在我看来呢，这款头盔各方面的做工啊，还有它的玩点都是非常新颖的，可以说是市面上我见了这么多钢铁侠1:1可穿戴头盔中最有意思的一个。不过呢，这款产品也有着一些缺点。首先呢，它的定价是比较昂贵的，另外呢，也没有获得官方的正版授权，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第三方工作室产物。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面部的装甲在变形的时候呢，有时候里面的这个电动舵机啊，它会有一些不太灵敏的情况出现啊。如果你手上呢发生了这种变形的故障的话，记得去找厂家进行返修。不过不管怎么说吧，这款头盔的出现呢，确实还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说，如果你喜欢也负担得起它的价格的话呢，那么这个东西还是可以推荐收藏一波的。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看完别忘3连点赞支持一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